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呢，是 AI 正在控制我的手机去帮我完成一个营销号的日常工作，就是发朋友圈，看看它能不能帮我们完成这个任务啊。它现在已经打开了这个朋友圈了啊，看它会不会像那些脚本一样自动帮我们发一个朋友圈。它这个是全自动的，都是 AI 来操作的。它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选择相册这里了。它打开了相册，我给它下达的命令呢是让它选择4张照片啊，就是4宫格嘛，看它会不会选择4张啊。它选择了第1张，还剩3张，它在思考。我感觉这个东西它是完全能胜任的啊。你看它选了第2张，看看它会不会再选择2张，选择了第3张，还差1张，最后1张。能选吗？他打开了最后1张，也就是说他可能点错了，看看他会不会纠错啊，看他有没有纠错能力。他打勾了，那也就是说他完成了4张图片的选择，就是4宫格。会不会发送呢？他发送了，他准备发送了，牛逼啊！他已经帮我完成了这个营销号的一些日常维护啊，就是这个朋友圈。在没有 AI 之前呢，你想要完成这种自动发朋友圈，或者说帮你自动回复啊、智能管理啊，帮你每天自动执行一些很重复的工作，或者说帮你智能的完成某些事情啊、刷游戏的那种任务啊之类的，那你是不是都要写一个脚本呢？那个脚本存在什么问题呢？存在的问题就是会封号，或者说手机里面它可能弹一个广告出来，然后你就这个脚本就废了，是不是？它没有一定的思考能力。但是现在如果说你用 AI 去控制这个手机的话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！它完完全全解决了会封号的问题，或者说它还能帮你解决你刷游戏任务的那种自动化。比如说你之前写的那些游戏脚本，你要实现每天帮你去签到或者是什么，那它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封号啊？那你用这个 AI 的话，那它肯定是不会封号的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呢是完全是通过模拟点击来完成的。那如果说它会检测模拟点击，那你是不是可以再搞一个那种机械臂啊？你再驱动那个机械臂去点你这个手机，那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非常智能的一种机器人帮你去玩手机？明白我意思吗？就像之前被封掉的那个豆包手机，就是因为它里面在系统里面嵌入了这个自动化 AI。太外挂了，就被国家封掉了。但是如果说从系统层面它不允许的话，那你可以从物理层面呢，你可以接入一个单机片，或者说那种嵌入式开发，然后你就驱动一个小手指，那是不是也能完成这种模拟人的点击啊？也就是马斯克他们在搞的那种帮你完成日常工作的那种 AI， 它完完全全是可以帮你完成一些日常工作的，帮你玩手机，帮你玩电脑都是可以的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今天我就来教大家使用这一项技术来操控我们的手机。老样子先打开我们的文章，这个文章呢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大家打开就可以了。开始之前呢，你需要准备这个 ADB 命令还有这个 Python 环境那怎么验证你的电脑有没有这2个环境呢？很简单你就打开你电脑的这个 CMD 命令行嘛，打开你的命令行，然后呢你就输入 ADB， 看一下有没有东西输出如果说你的电脑有这个东西输出的话，代表你的电脑已经配置有了没有的话，待会我教你怎么安装这个呢就是已经有 ADB 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验证一下 Python 输入 Python， 回测一下，你能看到这些输出呢，就代表你也有 Python 环境了。如果说没有怎么办呢？你就点开这里的这2个链接去安装就可以了。首先安装这个 ADB 如果说你打不开的话，建议翻一下墙然后这里你就找到合适你系统的下载就行了。这里我就下载 Windows 的，点一下，往下拉，然后勾选这个勾勾一下，然后点击下载然后你就保存，然后你就打开它安装的目录嘛，正常的就把它解压出来就行了，给它解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点进去，我们再点进去。你会发现有这么多文件然后呢，我们要复制这个目录点一下这里，把这个目录复制一下，复制它，然后打开我们的环境变量
点开环境变量。如果说你已经配过了的话，就不用配了。然后点开这个环境变量，然后点到这个 PATH 这里啊，然后点开它，然后点击新建，把刚刚那个地址给它粘贴进来啊，这个目录，这样呢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就确定，继续确定，然后再点一下确定，这样呢就完成了啊。我们可以去命令行测试一下它有没有成功啊。打开命令行就输入 ADB， 然后回车，有内容输出，那代表已经成功了。这个是安装 ADB 的，安装 Python 就不用我说了吧，很简单的，你就打开 Python 的官网就下载安装就完事了，很简单的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下载这个 GLM 了，这个就是用来操控我们的手机的。我们点一下这个 code 这里，有很多下载方式啊，我选择最后一种，就把它下载下来。然后保存一下，打开下载的目录啊，一样的把它解压出来啊，然后点进去，你会发现呢，这里面有很多这种文件啊。我们在这个目录这里呢，输入 cmd 啊，就是打开命令行嘛，在这个目录打开命令行，然后回到我们的文章，要执行一下那个安装依赖啊，我们需要安装一下它的依赖。复制这个命令，然后粘贴上去。如果说安装不了的话，你可能需要开翻墙，或者说关闭翻墙才行啊。然后呢，执行完第一条就可以执行第二条命令了。粘贴上去回车。如果说第二条你也是执行失败的话，你可能需要开翻墙，或者说要关闭翻墙都试一下。这里呢，我可能会失败，你看它就失败了，那是因为我没开翻墙啊。有一些小伙伴的话，他那个地区是不需要开的，我这里可能需要开一下，不对，是要关掉啊。我这个地区呢是要关掉的，因为我可能是配置了一些东西啊。然后就回车，再重新执行嘛，反正你就是执行到它成功为止啊。这样呢就代表成功了，它已经输出成功了。那么安装依赖呢就完成了啊。安装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开启这个东西了，开启这个开发者模式啊，手机里面的。首先呢，你的手机要连接到电脑啊，就是用数据线嘛，给它连到电脑上面去。连到电脑之后呢，你是不是会弹出这个叫做什么 USB 的用途啊？你就选择到这个传输文件呢，选择传输文件，然后呢，你就打开你手机里面的设置啊，搜索这个关于手机嘛，点开它，然后你找到那个版本号，一直点就会进入开发者模式了。然后我们再返回去继续搜索啊，搜索开发者，你就会发现有开发者啊，我们就点进去，把它开起来。这里有一个 USB 调试啊，给它打开，确定，这样呢就完事了啊。手机这边就已经设置好了。我们去检测一下有没有连接成功啊，复制这个命令，然后打开命令行就粘贴上去回车啊，检查一下看它有没有成功。它输出有类似这种设备之类的东西，那就代表成功了啊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去安装这个 ADB 的键盘了，因为它安装键盘也行的。然后我们打开这个链接，它会提示你保存了，保存一下。下载好之后呢，我们一样的打开它下载的目录，在这个目录呢，输入 cmd 安装一下这个键盘呢。回到文章，复制一下那个命令啊，这3条命令都要执行啊。复制第一条，第一条呢就是安装这个安装包的嘛。给它回车一下，手机呢会提示要不要安装啊，你要允许啊，点击允许，这样呢它就安装成功了啊。然后我们要执行第二条命令啊，第二条命令就是切换输入法的，你也可以手动去切换输入法，因为刚刚安装的就是安装一个输入法而已嘛，这样呢就成功了。我们再执行第3条啊，第3条也是设置输入法的，就回车。这样呢，手机的输入法就切换了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准备 AI 模型了，就可以去调用它了。如果说你自己的电脑部署有的话，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电脑的啊，或者说你用第三方的，比如说这个魔塔社区的啊，我这里就用这个魔塔社区比较快一点啊。点开这个模型地址，点开之后呢，你就正常的登录注册嘛，它这个应该是免费的，反正我用了挺久了，反正它都是免费的。点开它。
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点这个 Notebook 快速开发啊，点一下它，然后你就使用这个免费实例啊。你要绑定阿里云账号才行啊，这里你就可以直接启动了。绑定了之后你就可以启动了的，没绑定的话它会提示你绑定的。然后呢，它需要2分钟才能启动啊。在它启动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可以去获取一下这个 API 密钥啊，点到你这个账号设置啊，然后点到这个访问令牌吧，对，访问令牌，这里呢有一个复制啊，你复制一下这个令牌，然后呢给它换上去啊，换到这个启动命令这里啊，你的 API 密钥这里嘛，给它换上去，这样呢你就得到了一条命令啊，就是可以启动那个控制你手机的命令啊，让 AI 来控制你的手机的。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启动成功啊，点回去看一下，它还在启动中啊。启动完成之后呢，它会变成绿色的这里，这样呢就代表启动成功了。我们就查看一下啊，点击查看，然后它会提示你登录你的阿里云啊。登录上去之后，它就会自动转跳了，它会来到一个类似开发环境一样的东西啊。这里的文档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部署模型的。你进来之后就代表它已经部署成功了这个模型啊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执行启动命令了，就可以调用刚刚那个模型了。我们复制一下这一条命令，就是打开到我们的这个刚刚解压的这个程序的目录嘛。然后我们在这个目录输入 cmd， 打开它，然后就把那个命令行粘贴上来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手机啊，这个是我的手机，我回车一下看手机会发生什么。它就开始操作了。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打开一个美团帮我搜索附近的火锅店呢？可能打开了美团，这个提示词你都可以改啊，在那个命令里面直接改就可以了。它准备搜索，应该会搜索一个火锅，搜索到了，挺快的啊。而且呢，没有什么广告的阻碍。如果说遇到广告的话，估计它都会自己跳过啊。或者说你优化一下那个提示词，那不就完事了吗？是不是？那个提示词你都是可以改的。虽然说它现在只是命令行，那你是不是可以基于这个东西，可以联想到未来的样子啊？比如说马斯克的那个机器人是吧？它肯定是具备帮你玩手机的能力的，甚至具备那个帮你玩电脑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它可以完全的取代你的工作。只要它继续发展下去，绝对是可以实现的。OK， 本期教程就讲这么多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